三国时期的故事，就算到了今天，依然广为流传。从《三国志》到《三国演义》，再到各种电视剧、电影、小说、电玩等等，让桃园三结义、三顾茅庐、天下三分的故事深植人心。像我的朋友阿瑞，就针对三国的英雄故事专门做了系列影片。有兴趣的朋友也欢迎到英雄说书频道观赏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克里夫。接下来我们继续从三国时代开始聊起。上一集我们有说东汉末年政府上层陷入外戚与宦官的斗争，导致外部民族冲突与内部的党锢之祸，让底层社会民不聊生，终于爆发黄巾之乱。而汉灵帝为了快速平息叛乱，下放兵权，让州牧与刺史可以拥有地方军权，开启了群雄割据、拥兵自重的战乱时期。刚开始诸侯之间互相征伐，而董卓被部下吕布杀了之后，汉献帝趁乱逃回洛阳。曹操见准时机，迎接汉献帝到许都，借此奉天子以令不臣，并开始实施屯田制，逐渐壮大势力，并在官渡之战打败了袁绍，成功掌控了中原与河北的版图。在曹操掌控河北的同时，孙权也在周瑜等人的辅佐之下，逐渐掌控扬州，而刘备则请出了诸葛亮作为军师，并在之后与孙权联盟，共同抵御曹操，还打了一场名留青史的赤壁之战。也因为曹操在这场战役失败后退回北方，使得三国鼎立的格局才能够逐渐确立。三国之间互相攻伐，互有胜负，直到公元220年，曹丕逼迫汉献帝禅让，登基为帝，国号为魏，史称曹魏。隔年，刘备也跟着登基称帝，国号为汉，史称蜀汉。没过几年，孙权同样也跟着称帝，国号为吴，史称东吴。东汉终于名副其实的灭亡，而三国时代则僵持了大约50年左右，最后才在公元263年司马昭灭蜀汉，266年司马炎废掉魏元帝，登基称帝，建国号为晋，并在公元280年南下灭吴后，中国才又重新恢复统一。如同一开始说的，东汉末年到三国时代的传奇故事非常多哦，那些千古风流人物到了今天依然可以让我们津津乐道。俗话说，少不读水浒，老不读三国，年轻人血气方刚。如果学水浒传里那种落草为寇、意气用事，那可能不太妙哦。老人家退休后再享清福，在读三国里的勾心斗角、尔虞我诈，对心脏可能也不太好啦。我自己以前读三国时，最喜欢的文臣是贾诩，武将是赵云，君主则是刘禅。他们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，那就是活得很久。你可以看看诸葛亮53岁过劳死，郭嘉37岁时病死，周瑜35岁时中箭染病而死，贾诩呢却活到77岁，安享晚年。再来看赵云，蜀汉中的五虎上将救他活到最后，虽然黄忠年纪比他大一点，但也比赵云早走一步。最后就是刘禅了，虽然很多人都觉得他是扶不起的阿斗，但中国历朝历代有多少位亡国君主能够安享晚年的呢？他一句乐不思蜀，让他悠哉活到了曹魏都被司马炎给篡掉，才在64岁时去世。我觉得就算刘禅不是大智若愚，但也绝对不是笨蛋。不过大家比较熟悉的各种三国故事，多半都是顶层社会的轮替，或是英雄们的斗智斗力，反而底层民众的状况就比较少人关注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动荡时代的社会变化。大家应该都还记得，秦朝避免重蹈周朝的覆辙，改用的是郡县制，而汉朝则是兼顾了周朝与秦朝的优劣，采用了我全都要的郡国并行。到了东汉后期，为了镇压地方叛乱，中央放权给地方，使得周从原本只有监察的能力，变成拥有行政的权力。郡县2级制度演变成州郡县3级制度。那么在底层一点呢？秦朝是郡县之下是乡，一个乡底下有10个亭，一个亭管辖10个里，里有里正，亭有亭长。如果大家还有印象，刘邦原本就是亭长哦。
只是后来秦末天下大乱，揭竿起义，楚汉相争之后，赢得了天下，才开创了汉朝的时代。原本汉朝也是继承秦朝制度，底层的聚落单位也是乡里，而里则是由好几个家族所组成，好几个里又结合成乡。这种地方上紧密的血缘关系，前期中央政府是透过奉行法家的酷吏控制社会，后期则是依靠奉行儒家的循吏，借由礼教规范与察举制度，将地方上这种血缘关系的乡里家族与中央政权给统整起来。但这样的联系却被战乱给破坏了。战争使得家国秩序荡然无存，人民为了躲避战乱，远离家乡，流离失所，而再度将人民给重新凝聚起来的，则是村的出现。更具体一点的说法，则是村屋。在动荡的战乱时代，人民为了自保，幸存的人们只能聚集起来，营建防御性的堡垒或村落，避免被乱军给残害。不过原本的乡里是透过一个个家族的血缘关系来维护嘛，那村屋呢？经过颠沛流离的人们，不要说卖妻卖子、易子而食的惨况，更不是现在的我们可以想象的哦。或许我们可以用数字让这种乱世的惨况更具体一点。东汉最鼎盛的时期，总人口大约5500万，到了三国时期，纳税户掉到1000万都不到啊。当然，这很有可能是因为战乱而无法准确统计的关系，但骤减的人口数字却很血淋淋地呈现出乱世的残酷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，原本的血缘或地缘关系早就被战乱给破坏殆尽啦。但为了生存，个体是难以抵抗时代洪流的，所以当然只能重新建立新的群体关系。而这样的关系，在没有强力的政权下，是很难透过一纸命令或律法来维系，所以只能依靠具有崇高威望的统治者。威望没有错，我一开始也觉得难以理解，毕竟躲避战乱的流民彼此竞争对立，谁也不信任谁，法律没有拳头来的有道理，血缘没有粮食来的可靠，那要让他们能够在同一个村屋里互相扶持与生活，那就只能仰赖能够以自身魅力受到所有人信服的领袖。这样的人可能原本就是具有名望的士族，或者是在动荡中展现领导特质的豪强。举2个例子，东汉末年在河北据守的田畴，他制定了杀商贩盗争讼之法，因为他杜绝家族成员的纷争，谋求众人的团结，因此不仅是他的家族，连同附近周围的难民也纷纷聚集到他的周围。另一个例子是在《晋书·孝友传》中记载的于滚，他独自一人看护染上了传染病的哥哥，使其康复，而获得众人的拥护与爱戴。如此一来，我们就能够理解，在东汉末年，因为土地走向私有化而成为地方豪强的贵族，势必无法再用压迫民众的方式继续统治下层阶级。相反的，原本的豪族如果想要继续维持统治地位，除了要有武力或财力之外，还要具备吸引人跟随的领袖特质。换句话说，战乱时代的领导人光靠武力或财力都是不行的，财物很容易被抢，个人武力也抵不过流民的海洋，只有依靠领导者本身的德望或威望，才能够吸引人民聚集在他周围，谋求自保而共同生活。而望这个字本身就有望向高处或远处看以及期盼的意思，受到领导者精神感染的同族亲友，自然而然就被称为望族。一个人的道德威望再高，影响力也有限，但如果整个亲族都是这样的望族，那么所能够凝聚的民心就不再只是地方乡里而已，甚至能够影响到地方行政区的最大单位，也就是郡。那么郡望的形成也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孕育而生。甚至在更久之后，西晋灭亡，留在北方的望族为了跟胡族做出区隔，因此某个郡的望族便会将其姓氏加上郡名，成为郡姓。不过这扯有点远了，我们先拉回来。好，在这样逐渐形成的望族，他们的德望到底是什么呢？比如我们现在说某某某道德崇高，可能是指他很善良啦，友爱他人啦，为人宽厚等等。那么在汉末时期，
具有德望的领导者是根据什么为立身处世的原则呢？备受推崇的儒学，遵行礼法的主流观念，随着东汉末年上层阶级的权力斗争，士大夫与宦官或外戚的争权，加上地方豪强对百姓的压榨，这些都让儒学为基础的思想跟着战乱一起崩塌。而我们也都知道，乱世用重典的道理嘛，所以三国初期曹操便实行法家的精神。不过随着政局渐渐稳定，思想潮流又再度转变，想要重新推行儒家的士人，以及反对过去礼法约束的文人，当然还有重视实务精神的法家拥护者，开始了漫长的辩论。而开启这种新时代思想辩谈潮流的，首先就是建安七子，而接下去则是更为有名的竹林七贤。嵇康在《四思论》中提到：“夫称君子者，心无错乎是非，而行不违乎道者也。”可以说是当时的代表论述。嵇康所认为的君子，内心不太会在意是非对错的价值观，进一步延伸，也就是反对原本儒家那些礼法教条，并崇尚所作所为不违反大道的通达自然。这样追求道的理论，自然而然就会追溯到老庄思想。士大夫们为了挽救乱世或躲避灾祸，对原本汉朝推崇的儒学大肆批评或议论，于是清谈便逐渐流行起来。而这样不断反复论证或辩驳的过程中，谈论的内容就很容易脱离原本物质的层面，上升到探索宇宙本质，也就是形而上的幽玄探讨，使得老庄易被称为三玄。这样的理论也被称为玄学。中国玄学的发展离不开何晏与王弼两人，他们都对老子与论语做了注释，使得老庄思想与儒学有了融合的倾向。回过头来，我们再梳理一遍，汉朝时期的地方乡里是透过血缘关系维持，中央则透过三公九卿等士大夫，透过儒学掌握主流思想，而将地方与中央联系在一起的枢纽，则是透过察举制度和太学教育。东汉末年到魏晋时期，地方上的血缘关系被战乱给破坏，重新有具有道德威望的家族凝聚周围的流民成为望族。中央起初重视法家务实精神，之后士人透过清谈反对儒学的礼法教条，让玄学成为主流。那么中央与地方联系的枢纽又是依靠什么呢？起初曹操在乱世采用唯才是举的方式，只要你有能力，就算德行稍有欠缺也没有关系啦。但到了曹丕创建魏国后，陈群提出了九品官人法，将官位分成9阶，并在各郡举出中正官，打听并评比郡内具有贤才与德望的人才，给予评价并报给中央，然后在那位人才要当官时，根据评价给予位阶官职。如此一来，透过九品官人法，再度将中央与地方给整合起来。不过可别忘了，地方上具有德望的多半都是望族，那这难免也就造成了之后我们很常听到的一句话，那就是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士族的状况。而这样的官制当然也越来越巩固与加强望族的势力。公元266年，司马炎废掉魏元帝，建国号为晋，又在公元280年南下灭吴后统一中国。大致上，晋朝可以分为西晋与东晋。西晋也就是从司马炎登基后开始，直到胡族入侵灭亡。之后，中国北方进入了五胡16国的时代，而南方则是由晋氏皇族司马睿在建康定都称帝，史称东晋。再往后，南北朝互有攻伐，以及朝代的更替，要一直等到隋朝才又再度统一中国。不过这些我们留到下一集再来跟大家聊聊。